嘿，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将军别忘了，节度使刚刚下令，令季娘子染制蜀红丝，织造贡锦。怀璧其罪。季娘子身怀绝技，被人觊觎，全家殒命。老夫痛惜，但爱莫能助。杨警官，我不想听废话，所以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杨某来到益州，不是冲着将军而来，只为肃清锦业。谁拦我，我便查谁。我身后是所有尚存良知的朝廷命官。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，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葬室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葬使在此。营耀，洋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金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！不用，贵叔我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这就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，保守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丧葬使，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！是。丧葬使搜到一块令牌，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。尤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贡锦职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丧葬使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
本将的令牌，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吧？下官不敢，只是这令牌，这令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，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为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既是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，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。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，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只是不知这益州城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，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，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杨警官找借口拦着阿兄和阿娘，可是有什么要跟我说？难道我猜错了？你让高放冒充牛家刺客，难道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让牛景不敢再对我动手？你是没猜错，但我的计划中可没有季娘子舍生忘死、身上中箭这一环。
我这不是怕他们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贼喊捉贼，想把戏做得真一点吗？大夫刚刚也说了，没事儿的。我说过我会护着你，你也说过你会相信我。正是因为信你，才配合你啊。郭奎，回去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下次谨慎些就好啦。再说了，有杨警官托底呢。苗锦线下是不会再对你直接下毒手了，只怕共景制胜之日，便是唯一出现之时。我不怕，杨警官会保护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们家郭奎听了都不信。牛景今日也算是投鼠忌器了吧？是不是这气越贵重，他越不敢动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会做的只有生意啊。如果我不仅能染出曙红丝，还能织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锦，我能做锦芒，做皇商，做一棵任何人都想保住的摇钱树。他牛景再想动我，便更得好好思量思量了。等我一下。这些是当年我家所有能出入警房和染房的工人名单，以及押送供警同警官府交界时所去的工人名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当年的警官刘崇山以及他手下的侍卫。杀死我阿爷的督运官，还有那些交界的官兵，他们的名字我并不知晓。若是当年你师父真的在查我阿爷的案子，那这些对你想要寻找的蛛丝马迹或许有帮助。杨金兰，我阿爷的事，拜托你了。那是我的，都过了这么久，留给我的。这些名字你都还记得？有些事，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。忘了再久也不会忘。校订正法，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夫人，赵修元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与娘子商议共锦织造之事。回去。坐下。我与他虽有旧怨，但这是正事，不能耽搁。杨警官，我女儿身受重伤，共锦织造定要急在这2日吗？不急，自然不急。不仅日子不急，也无需季娘子出面。共锦织造只需季娘子按照赵景王提交的所需曙红丝数目染之后，交到警官府，再由警官府核验后交予赵景王。季娘子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我去跟他说清楚。杨警官，莫忘了民女所托。父亲。阿娘。
先好好养伤吧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我会告知飞花会，说你偶感风寒，在家中休养，让他们安心染丝，不必担忧。走吧，回去休息。休息。你明明可以用别的方式保他，为何要伤他？别的方式，像赵二郎君一样，卖身投地，委曲求全吗？我做不来，他也不想要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我亲眼见他未雨绸缪，隐忍蛰伏，他定能理解我的选择。人在屋檐下，有些事确实要忍，但有些事却忍不得，忍了就不是季莹莹了。赵二郎君如果还是念及旧日的情分，既做不了他的良人，那至少也要做个好人。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二郎确实糊涂，若是不用贾曙红，我赵家是赢得堂堂正正了。斗锦会上，贾曙红就是个误会。怎么，贤侄另有见解？要不要随我一同去找一下牛将军，说道说道？好，便是不提曙红寺，还有山上那事儿，别人不敢指摘牛家，便是说我们赵家干的这缺德事儿。牛家五娘子这煞气，加上我这糊涂的二弟，这往后不知道要给赵家带来多少麻烦啊！想当初老太爷呀，一门心思想攀牛将军这门亲家，如今这亲家是攀上了，怎会想到那牛五娘子并非良配呢？想来老太爷这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们是怪我治家不力吗？孙儿不敢，儿媳不敢。二郎呢？二郎昨日去都督府拜会了。是啊，牛五娘子毕竟还是牛府都督的女儿呀，咱家礼不能废。我赵家既得了锦王，那接下来就要联合众锦户，协力完成贡锦。以后这些事就不劳祖父操心了。二郎回来了，牛将军怎么说？牛将军说，祖父年迈，锦王家的事以后就交给我来料理。什么？你是拿牛家的权势来逼我？牛将军让二郎当家主，想必也是体贴老太爷年事已高，该享清福了。二郎虽然年轻，但能力、手腕样样不缺，又得牛将军器重。若二郎真成了家主，我们和牛府关系也就更亲近了。外面的闲言碎语，我看谁还敢乱传。请阿翁让位。这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当年我祖父持家50载，我阿爷在他身边学了30载才掌家。我在我阿爷身边也学了30载。二郎，你天赋异禀，你便在爷爷身边再学10年，就让你独立掌家。所以，祖父不让。
赵家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就休怪孙儿无礼了。赵平，赵书远，你这是要造老太爷的反吗？二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岳丈大人说了，怕我继位不顺，所以借了一些人手撑场面。二郎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老太爷也是一时没有想明白而已。牛将军山上一怒，连朝廷命官都敢动杀心，他的话我们哪敢不听啊？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阿爷，退位失效，真是惹恼牛将军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您还是退吧。祖父，孙儿也以为二郎当家主无有不妥。赵家次孙赵修元，孙儿在。你为赵家赢得晋王有功，今将赵家家族之位传于你，振兴赵家家业之责，落于你身。孙儿领命。阿兄留步。不知阿兄可否去景官府核查宫中订单？是，家主。夫君昨日送我回来，并未得见阿依。怎么阿依今日临行前却突然改了态度，给了你手下？我瞧着这几个人有些眼生，似乎并不是我牛家护卫。我雇人假扮的。夫君倒是坦诚。你不会拆穿我。我能走多远，你这景王夫人才能走多远。夫君可还记得答应过我，成婚之后会予我一些自由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替夫君把整个蜀锦业握在手中。我执锦多年，比夫人更懂这益州锦业。但是我却更了解人心，也更了解我阿耶。他不会介意你冒用他的名声，但是你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。
自季归南死后，蜀红角色也随之消失，多年未曾重现。本官奉朝廷之命，入益州寻访，如今终于有了结果。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当日在斗锦会上，蜀红凤凰横空出世，惊艳四座。今日本官在此宣布，蜀红司重回色府墙。这蜀红是你重现的，自然要写你的名字。眉间一夜飘落了白雪，回忆如风几卷。挂牌。往事浸染在山水间，风干了多少情节。你是心间缠绕的线，上宿命难分难解。若你不弃这份誓约，生死我都无悔无怨。我不管你是以后我也要染出新色，也要当锦郎，这样我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阿姨旁边了。好，这就得给你留着啊！太棒了，我会染水红色了，阿姨。我不怕结局灰飞烟灭。太棒了，我会染水红丝了。你不是独自迎着风雪，我永远在你身边。阿姨，我做到了。金娘子，杨警官请你进去核对一下织造供给所需的蜀红丝数。请。恭贺季娘子重现蜀红丝，苦尽甘来，凤凰于飞。可这是兔子哎，跟凤凰有什么关系？凤凰太难画了，我还没学会。季娘子就先将就着。你自己做的啊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若是不好，我阿娘怎会放我出来？你特意把我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问我这个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坐。物归原主，我师傅找到的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不知道，还在查。我阿耶因为贡锦造假而殒命，
牛家在山中建黑井房是为了造假井，或许当初他们就是这样用假井替换真井。事发之后，我阿耶便成了替罪羔羊，对吗？季娘子，咱们约法三章可好？查案归我，定还你一个真相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做生意。杨某看似光鲜，实则挺穷的，说不准某一日还需要季娘子接济。我朝律法，行贿当抓，受贿当斩，我不敢。到时候你可以把钱袋扔地上，我假装捡到，顶多算拾金不交，道德有失，触犯不到律法。狗官。还望杨警官早日替我阿耶沉冤昭雪。到时候我出钱给你建一座生祠。杨警官，进来。禀杨警官，杨家大老爷杨巨贤求见。不见。杨老爷说，若您不肯相见，出去。哎，是。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过去的事儿都是他身不由己，也是我年少不懂事。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没必要和好，更没必要道歉。我不习惯，更不需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阿姨。这次我阿娘也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，一副我再不听话她就不要我了的样子。但我先是我自己，才是我阿娘的女儿。我可以照顾她，孝顺她，哪怕以命抵命，但是我却不能按照她说的那样活。若是那样，我便会面目全非，我便会不知此生我为何而来。我阿娘也会愧疚一辈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觉得我没必要和好？那就是与他和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选啊？选你的心之所向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因为我们是盟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点甜的。季娘子这安慰人的法子，真是够差的。我戴着面纱，也没有人看见我进来，不会影响我暗中行动。师兄，你别生气。益州各警户的基本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其中有3家值得关注：杨兆宇，杨家年年得景王，又在长安有人脉和名气。但是赵家的2郎如今成为了牛景的女婿，在斗景会上力拔头筹。余家长子又英年早逝，余家现在后继无人，已经没落。师兄进城时看到的红色凤凰，属于飞花会会长季茵茵，她是季归南的女儿，又是蜀红景的后人，但是她只会染丝，不会织锦。师兄想打入锦业的话，还是在这3家里选吧。打入锦业，如何打入锦业呀？是开个锦铺，还是建立一支商队啊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，为什么要我亲自来呢？
中原人有句话叫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。诸位，我家郎君久慕蜀锦之瑰丽，遂千里求锦。然蜀锦千样，千样千价，实不知该如何出价收购。怕价低辱没了真品，也怕价高流俗于凡品，故而想借众位蜀锦行家之慧眼，帮我们估一估价。凡送锦者，我们白府来者不拒，仅选此处，供大家品鉴。若有真品，千金愿求。大家将心目中悬于此处这蜀锦的价值写下，价值平均便是此锦的最终价值。你这法子啊倒是挺新奇的，可我们帮你写价能得什么好处呢？对呀，大家请看。上节目。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做生意嘛，无非就是买卖公平，礼尚往来。诸位，白某让你们帮忙，但绝不会让你们白帮忙。在这竹片上，一面写上你们的名字，另外一面写上价格，价格最为接近者，白某送上一片金叶子。怎么给他呢？这还没开始评呢。你是第一个搭理我仆从的，我们远道而来，你诚挚热情，以礼相待。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是金子，真的是金子呀！不出3日，整个益州城就会知道来了个新的番商，出手阔绰，爱景无痴。我真的看不出这2根丝有什么区别。我也看不出哎。那一起对比看，现在能看清楚了吗？哎，这束好像颜色更浅淡些。蜀锦是千丝万缕织成的，每一根线颜色差了一点，整副锦便会差了1倍。你们先从这一把看，再一根一根往外拿，直到你们的眼睛能够适应，即便是2根对比也能看出差别。那你们就会知道用什么样的颜色能事半功倍，锦上添花了。这不是那些锦户要学的吗？若我们能帮他们做好这一步呢？如今我们飞花会不仅有朱颜驼，还有蜀红丝，还有各家的特色丝线。但是想要再上一层楼，我们不能只染丝，也不能只卖丝啊！哎，那还卖啥子？只要买我们的丝，肯额外付钱，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的锦样挑丝配色。关键现在没人买咱们的丝。你拉我咋子？他早晚都知道。丁样，赵修元的贡锦搭配呢，跟杨家不是一样葛均沾的，他只分给与他投诚的锦户们，那一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样子。那别人知道你得罪他了，你根本就不敢来我们飞花会买丝了。那外面好多人还说你得罪了牛副都督，那旁的人就更不敢来了。我的确是得罪了牛锦，你们如果……哎，如果什么呀？那我们都上了贼船了，还让我们马上下去啊？哇！我跟旁人说，我跟季莹莹毫无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那谁信呢？对啊，就是。而且现在只是益州的锦户不买我们的丝嘛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其他人买噻。你们听说没得？最近几天藩市来了一个大富商，有钱的很，对，买过锦1掷千金呢。1掷千金？不止如此。他把所有想卖给他的锦都放在府门口展示，让众人品评。阿娘，娘，我都好了，不必喝了吧？益气补血的。益气补血。阿娘苦。
阿娘一个不够。洋洋，你阿娘怎么了？我惹她生气了，现在除了喝药吃饭，一概不理我。哎呀，这天下当阿娘的，果然都一样厉害。还有谁？我阿娘啊。啊，这样我舒服多了。平儿怎么还没来？嗨，他又被他娘拉去相亲了。啊！他又去相亲了？不行，爷是他的英雄，也得去救他。我是不会出这样会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他这里英就是个祸精，成天捣我那惹事儿。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？再加入废话会这些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离经叛道过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真嫁不出去了。嫁不出去就不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说，我不，别生气，别拉着我！不，别，你先走，不，别生气，不，你放心，我去哄他啊，放心，不啊。平儿，你阿娘是不是又逼你相亲了？小师兄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平儿，别的郎君没有演过，不代表天下郎君都没有演过。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子。求你了，别说了。平儿，你放心，你阿娘再逼你相亲，你就说也愿意娶你。闭嘴！只要你娶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嫁人，我不嫁人。你不嫁就不嫁呗，你别哭啊。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跟着我了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。莹莹，咦？小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又跟你阿娘吵架了？离家出走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。哟，别哭。没关系，那你就住我家，我阿娘可喜欢你了，她巴不得你天天住我家里。我是说，我不知道以后要去哪。我明白，你别着急，先走着呗，走着，说不定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正面，他已经请我第3壶酒了啊！哎，莹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？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，我怕啊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一掷千金。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无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，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玉石，各种珍稀的玉石，看一看。这位朋友，看一看我们这儿的玉石。哎呀，现在益州城的锦户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对了，哦，谢谢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正好，打劫还送个饼。饼不贵，舞蹈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
藩士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一个的大饼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瑾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。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锦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锦1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锦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锦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，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1文不值。这锦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，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，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敢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蟹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蟹壳青就是蟹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那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
郎君饶命！不是，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了吧？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饶命！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姬英英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一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景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相信季娘子赏鉴一二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，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颗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幅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均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，一个契机，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？那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
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构景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，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莺莺，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供给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牛丝入侵，买下的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你说，我师父既然已经知道这青城山上有问题，他为何不上我救援？除非他已经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了。我本以为把这山上的动静闹大，将一切揭发，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可谁曾想，这权势竟可如此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这还是牛瑾忌惮我身后有人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师父当年那可是单枪匹马
面对的只会比我们如今更惨重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第一个会来探查的人一定是我，所以给我留了线索。他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给那些侍卫，也是在告诉我，这山里有问题。你师父真是草蛇灰线，用心良苦啊！可他既然笃定了我会回来，就应该留下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线索才对。小的，没有留下线索，那是因为前两任警官糊涂啊，临死了也不知道留下线索呀。纵使峡谷香，不灿世上英。这是我师父在告诉我，即便身死，尸骨也可留证。去帮我拿把铁锹。我提一句啊，这可是你师父的坟，随口说的一句话也能当真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懂他，我相信他，他就算拼死也会给我留下线索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不能靠自己将益州案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求师父再指引徒儿一次。身手不错吧？没看看是谁的徒弟？老头儿，叫师傅。诸葛，你过来。我师傅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伤，但唯独这一块，这上面的伤痕不同。看痕迹走势，定不是外人所伤。那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。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，什么人都不敢再相信。他只能一刀为笔，以自己的尸骨做纸，给我留下线索。老头儿，话我收到了，我一定会把害你的人都揪出来，给你送去磕头赔罪。季娘子，这里请。家主正在见客，请季娘子稍后。没关系，都是蜀锦人家，一起聊聊。听着声音像，没想到还真是季娘子啊。白郎君为何在这儿？余家百年锦业有一些珍品，倒也合理。白某今日是来买余家锦房的，
昨日白郎君才与我说，你不懂锦，也不做生意。昨日听季娘子一番话，颇有感触，觉得试试也无妨。更何况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白郎君出手还真是不凡，这偶有所感，便要吞下这益州城3大锦户之一的余家。白某倒是觉得，既然要做生意，自然是越大越好了。季娘子来了吗？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请。于掌柜，杨夫人，季娘子啊，上次购买丝线的余款呢，我已经让人给备好了。一会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账房核对收取。还有季娘子提出要与锦房合作，由飞花会帮忙挑丝配色，这个事情，就看新掌柜是否答应了。新掌柜已然定了？哦，还没有。不过你可以听一听，看看哪些条件能让你满意。不知二位出的什么价格？哦，比市价高出30%吧。于掌柜，杨家出的价格虽比不上白郎君的高，但我们杨家多年织锦，如果锦房放在我们杨家手上，那定是源远流长，绝不会辱没和亏待了你的工匠们。季娘子，你看我们2个谁更顺眼呢？白郎君许以高价，杨夫人重在情义，2位都是诚意十足。但依我看，2位的价码都不够打动人。余家100年，就这般改弦更张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余掌柜操劳一生，将余家锦发扬光大，是再高的价码也无法买到的。商业沉浮，有辉煌就有没落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曾是季家的旧宅。季家锦当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呢？不用我说了吧。于掌柜，今日我前来想跟您聊的也是这桩生意。飞花会愿意出一笔钱注股余家，从此飞花会出丝，余家织锦，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，又能保住余家的招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季娘子可知道你口中的两全其美得花多少钱呢？昨日你还说处境困难，怎么今日又能拿出钱了？昨日我与白郎君说，是以为你我能合作，不想今日我们变成了竞争敌手。白某若是可以顺利的盘下余家锦房，定跟季娘子构思合作。于掌柜知我从不空口白话，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求于掌柜给个机会。这个事儿呢，再允许我考虑2天吧。于掌柜，您若有顾虑，可以直言。听闻于掌柜想要卖锦房，还有比卖给锦王更为稳妥的选择吗？于掌柜不必急着答复，我今日来，主要是为了顺路送个鱼。阿公，希儿。
心儿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啊？我不过是在路上偶然遇到他。听闻云娘子心若稚子，不谙世故，于掌柜可要照顾好您的孙女儿，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多谢赵二夫人送我希儿回来。我在赵府恭候于掌柜。希儿，你没受什么伤害吧？阿公，我没事。那位戴面具的娘子想要伤的并不是我。于掌柜，季娘子，没有我的陪伴，我希儿是向来不会单独出门的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于叔可以没有谨防，但是我绝不允许我希儿有半点受到伤害。掺杂了权势，生意便不只是正经生意了。杨警官，愿你早日砍了这些魑魅魍魉。诸葛，你过来看看，有什么印象？你把它转一圈。这图案好像是都运官调令背后的花纹啊！你确定？说好了的，动手归你，动笔归我。来之前，我还特地看了蜀锦所有的消息与公文。都运官，可是蜀地的都运官都是由节度使指派的，而且每年每次指派的都是不同的人选。那就都见去。你要去见节度使啊？牛瑾虽然与节度使在不同地方驻军，但你要是见了节度使，怕他也会知晓啊。杀人的不害怕，救人的就要躲起来。这世道不对，我要让他改一改。此事要不要告诉季娘子？哎，不必了。缉拿凶手，天下大白，是我们该做的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百姓，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做他的生意，平平安安的过他的日子。好。依依，要不咱们还是敲门吧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于掌柜，他说不见客，那就是不见客。他不见客是又不想卖景房了吗？你说一个人要卖掉自己的景房，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他若是想要钱，那个白郎君能一掷千金；他若是想要于家的工匠和技艺有所依托，那杨家是不二人选。他若是想保住于家的产业，又想渡过难关，那就应该选我。可是他谁都没有选。难道是因为牛五娘胁迫了他？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。况且，若他真认了牛五娘的威胁，现在于家景房都姓赵了。如今他闭门不出，他应该是在犹豫，
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卖掉景房，也说明我们给的价码都不是他想要的。那他想要什么呀？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啊！告诉你，在余家有一个人比余叔还了解余叔。你又输了。鸡能生蛋，蛋能生鸡。那你说这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？哎呀，白某不知啊。这么快就摸清了余掌柜的底，果然不能小瞧了你啊。猪有来世，又会变成人。哎，那你说这人是人还是猪呀？你说这脑子里面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呢？他们都说我瓜，可我觉得你比我还瓜。哎，你季娘子，余娘子，白郎君也在啊。季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白郎君为何而来，我便为何而来。怎么，这是下不过余娘子？哎呀，这如你所见呐，这属于满盘皆输啊！余娘子好厉害呀！你阿翁在家吗？哦，我阿翁过几日要出门，他收拾东西去了。出门？出门去哪儿啊？和大白狼一样，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还差1步，你还差7步，你只要大于7，你就赢了。正好7步哎，你赢了。这局不算，我输了。刚刚这个不是5，是4。啊？那他为什么会自己变呢？我季莺莺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，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只是一个游戏罢了。金娘子，你应该还记得你的来意吧？还玩一局吗？不用了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你说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阿翁不筹备卖景房出去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想买景房，可我阿翁他想要这个。